替本宫多谢皇上。哎，奴才告退。宝雀的后事都打理好了吧？都办好了，只是小主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只担心宝雀？那我该担心什么？小主，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咱们这儿了，你也不想想办法，也不着急。有什么可着急的？皇上也不只是不来咱们这里，他忙着为惠妃伤心呢。不过你放心，伤心几天也就好了，我还不知道皇上吗？小主，恕奴婢直言，其实惠妃娘娘不死，也碍不着咱们什么。惠妃死不死不打紧，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，只有她死了，甄嬛才会伤心欲绝。唉，只有看着甄嬛伤心，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。惠妃姐姐，算你枉死，这杯我敬您了。到了阎王爷跟前儿，别忘了，是甄嬛害死你的。朕不记得赏过你崔白的《秋府戎兵图》啊。臣妾小妹涂鸦之作，皇上也被瞒过了吗？就是那日闯入皇后殿的女子吗？朕赏了她首饰，她还未谢恩呢。今日在你宫里，她可不能拖赖了。皇上万安。朕赐你的步摇，不喜欢吗？也不带上。她素日不爱这些金器，所以不曾带上。皇上赏赐，你还没谢恩呢。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，而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，姐姐喜爱的，臣女不会沾染毫分。那也罢了。你擅长作画，可愿意跟宫中的画师切磋吗？朕可以替你安排。宫中画师多重富丽辉煌的色彩，皇上看臣女临摹崔白之画，就知道臣女与画师必定画不投机。你大雁画得特别好。臣女喜欢忠贞之鸟。你得空去如意馆把崔白的《秋府戎兵图》的真迹拿来。这幅图云离与云喜都喜欢，跟朕要了很多次，现在朕就赐给你。多谢皇上。这话是好意头，臣妾也希望来日小妹成婚不要离臣妾太远。就如这画中，大雁在芙蓉花畔，若是姐妹分离，又有什么趣儿？巧，什么巧？是冤家路窄吧？哼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吗？哎，皇兄把《秋浦戎兵图》赏了你，拿这个哄姐姐开心的。我向皇兄求这幅画求了很久，皇兄也舍不得。哼，终究他最看重贵妃。怎么，你也喜欢这画？旁的也就罢了，那双大雁最好。
渺万里层云，千山暮雪，知影向谁去？你也爱读词啊？元昊问的好词，唯此一阙了。大雁是忠贞之鸟，所以我喜欢。对了，多谢你那晚为姐姐解围。不必了，应该的。只是这一谢，隔了好久啊。哎，你若真要谢我，不如把这幅画给我欣赏，如何？好啊。崔白的笔法一改北宋画院浮华奢靡之气，力求写实逼真，如此才能传神。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！我不学无术，不如我们来比比画技如何？好，画什么？画春景吧。行，我们去如意馆画。这听说皇上冷落了安嫔他们，只是便宜了皇后。皇上竟然这样轻轻放过，这也太是非不分了。皇上不是不明是非，而是顾念纯元皇后旧情，又有太后那边护着，心不由己。微臣闻事处给熹贵妃请安，还没进来就一身酒气，也不怕熏着静和。心死之人，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梳洗打扮？你抱抱，孩子已经中了邪了。公主健康无虞，多谢娘娘悉心照顾。本宫再怎么照顾，终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。这孩子每到黄昏时刻便会大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想念梅姐姐。那日眉庄入关，我把我的家传玉壶放进了她的罐内。或许我早就该给她，是我自己太糊涂，以至于她抱憾了那么多年。这辈子总是我对不住她。姐姐虽已去，但静和还在，你总得为孩子打算。难道你还要终日醉酒吗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靠在我怀里去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环妹妹，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，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。而对于眉庄，她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分寂寞和执着，我都感同身受。她守护我，就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护你一样。我已经向皇上请旨，以失职之罪，去为她守子宫3年。我明白石处哥哥，只是逝者已去，生者不得不活下来担当一切。你好好活着，姐姐在九泉之下才能有所安慰。自从惠妃死后，皇上就来了延禧宫一次，而且略做做就走了。你说这些，本宫都知道。你去摸摸景仁宫的墙壁和地砖，冷得像冰窖一样。过了端午了，皇上一次也没来。自己的恩宠自己去争，难不成还要本宫拖着皇上来你宫中坐吗？娘娘放心，有臣妾一日，绝不会让熹贵妃如此快活。好了，本宫提拔你，是对你含了指望，别辜负了本宫的指望。娘娘的指望，便是臣妾的指望。皇上驾到！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
你素日最怕热，本该带你去圆明园消暑的。不当家，怎知柴米艰难？太后身上不痛快，不宜远行。臣妾身边这几个孩子若都带上，也不是易事。乳母、保姆便是一大堆人。圆明园那边又要重新着人布置，也都是海样的银子流水嫁出去。你倒俭省。朕看了这个月宫里出账的银子，倒比上个月省了7000多两，这是你勤俭持家的好处。皇上先别高兴，等什么时候，皇上多选几位妹妹进来，这银子上多花上1万两也是不够开销的。朕听着这话很酸呢。你若想在这项上省银子，朕告诉你一个妙宗。朕指望你宫里娶几个宫女做答应，他们的月里银子就在你的例银里扣。皇上爱娶谁娶谁去。皇上要几个答应什么稀罕的？若真有看得入眼的，一举封为贵人那才好呢。你若真这么大方，朕今日就娶了浣碧去吧，你看如何？臣妾的陪嫁丫鬟就剩浣碧一个了，皇上也要多爱吗？正因为是你的亲信，朕才不会薄待她。就和你当年一样，封为常在如何？就封为喜常在吧。正因为是你的亲信，朕才不薄待她。就和你当年一样，封为常在如何？就封为喜常在吧。奴婢不敢，奴婢怎配侍奉皇上？还请皇上饶过奴婢。这倒奇了，寻常宫女儿要是有这样的荣宠，早就乐得拜佛去了，你倒还不肯。奴婢有罪，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有心上人了？侍卫还是太医？你告诉朕，朕成全你们这段姻缘。浣碧臣妾要留着，哪日亲自给她指婚才算完呢？浣碧，去阿克索把鸿雁抱来，皇上要见她。是。朕最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。惠妃去了以后，你一直心里不痛快，难得逗你多说几句。臣妾伤心也就罢了，只是若非瓜尔佳氏兴风作浪，梅姐姐又怎会受惊血崩？这个你不必着急，朕迟早会给你一个答复。但愿如此，否则梅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。今日早朝，额敏提起朕已有4子，可堪则长者立为太子，以固国本。说这话的就该立即停杖，打死也不为过。皇上春秋鼎盛，怎么就早早论起国本来了？真是不像话。早早立为太子，也是早早的成为众矢之的，以致诸皇子不好好读书务政，一心都盯在太子的位子上。且我朝向来是立贤不立长，又何必在长幼上绕舌？对了，近来4阿哥勤于读书，皇上可问过他功课了？也还好，还算是应对如流。只是朕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好，觉得鸿雁好。说到底，皇后本是敦厚人，何以会出此下策，在滴血验亲的水中加入白矾，混淆视听？多半是因为皇上疼爱幼子的缘故。臣妾至今想来还是后怕，所以还是请皇上少疼些鸿雁吧。皇后着急，朕知道。红石虽然不拔尖儿，却也是朕的孩子，朕怎能不疼？还是早日给红石指一门婚事，也好让皇后安心。儿子一直不敢告诉皇额娘，其实上次的事，皇后也有份参与。她甚至偷换了滴血验亲的水，想陷害贵妃和6阿哥。不用你来告诉我，这些日子你一步也不肯踏进景仁宫，
哀家心里就有数。自从贵妃有孕回来，别说旁人，哀家心里也一直有个疑影：皇室的血脉必须要纯净，不容有失。皇后掌管6宫，查明此事，责无旁贷。她处理的方式是有过失，以致混进了掺了白矾的水，差点冤了贵妃。而皇帝，你可以怪他无能，却不能怪他蓄意陷害。是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。皇帝可以信不过宜修，却不能信不过纯元。是。皇后是一国之母，国母不安，则百姓不安。皇帝出入，若不带皇后，而带宠妃，宠妃就会有僭越之心。若有一日，嫔妃凌驾于皇后之上，那么后宫，以至于天下，都要大乱了。是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哀家快要不行了，皇帝你要记得，贵妃再好，皇后只有一人。张姐，这天天往园子里逛去，不是赏花就是扑蝴蝶，真无趣极了。这紫禁城啊，别人看是天家富贵，受用不尽，可一进来才知道，这四方的天儿，四面的墙，没有比这更闷的去处了，是吧？你们姐妹俩说什么体己话呢？这样热闹。皇上万福金安。小姨也来了，这么巧啊！多谢皇上。这2日天气热起来了，宫里还住得惯吗？有什么不自在的，就告诉你姐姐，就当是自己家一样。妹妹入宫也不是1、2日了，虽然宫中与家中不同，但也还是惯的。外头进了些上好的雨后龙井，待会儿给你拿来，不知道你妹妹爱不爱喝。多谢皇上关怀，这宫里繁华巍峨，美人又多，自然是极好的。只可惜处处得守着规矩，不比在家里让玉娆胡闹惯了。比方说，在寻常人家里，玉娆该叫您一声姐夫；可在这皇宫里，玉娆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是您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上，所以玉娆时刻谨慎，不敢把皇宫当家里。你听听，你的口齿也算是伶俐的，可是跟你妹妹比起来，恐怕是要甘拜下风了。明明是说宫里不如在家里自在，可偏偏朕就生不起气来。臣妾最怕的也是玉娆这张嘴。臣妾老在想，以后要怎样一位妹夫才能管得住玉娆这张利嘴？哎，你妹妹大老远的才回来，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着急的要把她嫁出去吗？依朕的意思，小姨年纪还小，可再留2年，等慢慢的选个好的再说。小姨不是嫌宫里拘束吗？朕想起来了，允喜今日进宫来了，跟朕说天气好要去圆明园比剑。熹贵妃可有兴致陪朕去观赛吗？小姨也同去。凭他是谁？若是剑术不好，臣女才不要看呢。妹妹真是答应了，皇上的主意甚好，甚贝勒也是难得进宫，那就容臣妾和玉娆去更衣，以便陪伴圣驾。好。
云喜是越发长进了，骑射俱佳。老时期的骑射，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，如今魂都忘了，啊，还不及7、8岁时候的本事了。皇兄啊，我这是把酒问越多了，生疏了。倒是皇兄您，一直勤力，精于骑射。老时期还没有成亲，若是成亲，那手脚不得更发软了吧？早知道这样，这酒就不喝了。这箭还没射，就醉了。倒上。啊！奴婢该死。没事儿，一件衣服而已，我去偏殿换一件就是了。什么东西？嗯？给朕。老时期定是在哪里留情了，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家的玩意儿？奴婢亲手放入这个金缨中的。当时娘娘被华妃罚跪在翊坤宫前，奴婢遇见17爷，便请他援手相助。过后，奴婢到了宁辉堂致谢。是吗？当时奴婢到宁辉堂致谢的时候，看到王爷的桌上有几张彩纸，一时兴起，便捡了几朵窗花送给王爷做谢礼。那时候，王爷问奴婢是否会捡小象，奴婢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捡了一个小象放入金缨中。后来有一次，王爷和奴婢相见，王爷问奴婢喜欢什么花，奴婢说喜欢杜若。皇上可以看看金缨中是否有几片杜若的花瓣。
果然不错。如果不是你的小象，你怎么会知道这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？嬛嬛，他的心思你可知道吗？臣妾竟是个傻子，这丫头瞒得臣妾好苦。我记得你日日插一朵杜鹃在发上，怎么，你喜欢的花竟不是杜鹃，而是杜若吗？那是因为王爷说奴婢戴杜鹃花好看，所以前几月臣妾去熹贵妃宫中，总不见浣碧，听说17爷病了，是浣碧去照料的。臣妾当时还疑惑，原来是有这段缘分在啊。难怪呀，难怪当日朕跟熹贵妃开玩笑说要选你做常在，吓得连手里的东西都砸了。也难怪老17连个侧福晋都不纳。奴婢微贱之身，不敢高攀王爷。只是奴婢听说王爷的别院中种了许多碧色的梅花，奴婢一直无缘相见，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看看，那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们如果再等下去，恐怕要再等7年。来，今日由朕做主，就把浣碧赐给你了。皇兄，只是奴婢身份低微，怎么有幸伺候王爷呢？如果不是老17亲口对你说，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别院里种了些碧色的梅花呢？你又叫浣碧，老17的府里缺个打理家事的人，你一直在熹贵妃的身边小心谨慎，朕很放心。若这样把浣碧赐予王爷，臣妾也觉得不妥。那她进了王府，身份是侍妾、侧福晋还是福晋呢？浣碧作为贵妃的陪嫁去服侍王爷，做个侍妾也算抬举了。臣妾当年离宫修行，身边只有锦汐与浣碧风霜与共。浣碧与臣妾一同长大，犹如姐妹。臣妾想，王爷钟情浣碧7年，想来也是不愿薄待她。那你想如何？臣妾想收浣碧为义妹，名入族谱，以钮祜禄家2小姐的身份，风风光光嫁入果郡王府为福晋。贵妃心疼浣碧，也要适可而止。将来命妇入宫朝见，难不成浣碧作为福晋要与咱们平起平坐吗？奴婢知道小主顾及奴婢，只是奴婢根本都不在乎名分，还请小主不要为奴婢操心了。浣碧，你不知道人多口杂，你若这样无名无分进了王府，来日别人议论起来，说得好呢，是你与王爷钟情多年，成就良缘；说得不好，连私通这种话都会说出来，白白连累你与王爷的名声。皇兄，恕臣弟不能纳浣碧姑娘为福晋。臣弟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，和她两情相悦，后来虽然分隔千里，不能结为夫妇，但在臣弟心里，她才是唯一的妻子。浣碧姑娘虽好，但臣弟绝对不会以她为福晋的，还望熹贵妃体谅。皇上做主吧，只别委屈了浣碧就好。朕如你所求，让浣碧以钮祜禄家2小姐的身份，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。奴婢叩谢皇上。
浣碧，我来，小心，小心。这双手，这个人，从此都归浣碧所有。我知道你难受，但我比你更难受。今日你与本宫同喜，明日你便是本宫的妹夫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你瞧，月亮注定是要西沉。